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盛坚何代女士所著的《一生自由丰盈的生活：面向百岁时代的盛坚式人生策略技巧100》这本书。在如今被称为百岁人生时代的背景下，顺应这一趋势是大势所趋。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是前20年学习，接下来的40年工作，最后的20年退休。这适用于80年的人生设计。然而，现在我们需要调整思维，为长寿时代做好准备。本书汇集了作者针对百岁人生所设计的策略技巧，通过挑选并实践适合自己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验证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从而实现一生的自由和丰盈。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百岁时代的策略技巧；第二，新型工作方式的技巧；第三，健康的策略技巧。首先是第一部分，百岁时代的策略技巧。第一个要点是，通过3种积累，会逐年提升幸福感。在人生的规划中，大家都希望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一个让每一年都充满期待的计划，那么即使年龄增长，也能以幸福的心态迎接不同的阶段。作者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3种积累：知识、经验和金钱。正如棋手通过不断积累棋艺知识和实战经验来下出更好的棋步，我们的人生规划同样需要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会日渐丰富，曾经不理解或无法完成的事情将变得清晰且可行，这让我们能更接近自己的理想。此外，经验的积累还会增强我们的直觉，使我们减少失误、后悔和压力。同时，金钱的积累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能够使我们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比如不再因为旅行费用太高而放弃，或者不再因金钱问题而被迫接受不理想的工作。随着经济自由的提升，百岁人生也不再显得那么令人畏惧。尽管许多人对变老心存顾虑，但外表的年轻会随岁月而流逝，但是心态上的年轻却能保持不变。因此，保持良好的体型和体力，注重健康管理和预防疾病，都是基于知识、经验和金钱这3大积累的结果。第二个要点是，早期退休需谨慎。近年来，欧美掀起了一股 FIRE 财务独立和提早退休的热潮，这一概念也在其他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虽然财务独立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作者提醒我们，不应该轻易选择早期退休。原因在于，一旦停止工作，认知功能可能会迅速衰退，不仅记忆力会下降，还可能变得更加急躁和易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作者建议我们以长寿为前提，调整工作的节奏，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工作状态。只要身体和头脑还灵活，就应该继续工作。工作是保持大脑活跃的最佳方式。无论在哪个行业或领域，工作都要求我们在各种限制条件下运用思维，思考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理解上司的意图，并发挥个人的潜能。正因为工作带来了大量的脑力刺激，它在认知训练方面比退休后参与志愿活动更为有效。尤其当工作还能带来收入时，这一优势会更加明显。收入不仅是工作的动力来源，还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如何通过学习和改进来提高收入。而这种思考正是保持头脑灵活的重要因素。因此，即使工作有时并不尽如人意，面对不喜欢的任务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将其视为一种大脑训练的机会，从而增强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第3个要点是，思考能够长期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许多人在工作到60岁或65岁后，往往会选择不再继续工作。然而退休后，他们常常会随之失去自我价值和归属感，这会对身心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作者建议我们现在就开始思考，哪些工作可以持续到80岁甚至90岁。如果您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可能会觉得退休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实际上，
像新冠疫情期间的在宅远程工作一样，家中也可以进行适合长者的工作。现如今，许多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感到疲惫，甚至抱怨何时才能结束工作。然而，当我们步入老年时，工作可能会转变为生活中的乐趣与意义所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新型工作方式的技巧。第一个要点是，工作是最强的抗衰老手段。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金钱报酬，但除了创作者等少数职业以外，大多数工作都是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对话来完成的。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良好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百岁时代，工作带来的健康效益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首先，在与人交谈时，呼出的空气与声音可以自然调整呼吸，从而改善浅呼吸的问题。同时，口部、面颊、眼睛和眉毛等部位在对话过程中也会随之活动。这种面部肌肉的运动有助于预防面部下垂和皱纹。此外，通过交流完成的工作也能锻炼大脑，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年轻活力。作者指出，抗衰老不仅依赖于运动、饮食和睡眠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抗衰老工具。第二个要点是关于精神回报与金钱回报。一些以资产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例如房地产或金融资产增值的投资者，常常表示他们更喜欢劳动收入带来的乐趣。这是因为通过劳动收入，个人能够在创造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并从客户的满意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然而，资产收入往往缺乏这种直接的成就感。尽管资产收入的金钱回报通常更高，但精神上的满足更多源自于劳动收入，这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密切相关。因此，精神回报与金钱回报哪个更重要，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二者。有些人更看重成就感，有些人则更看重金钱。每个人都应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如果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不满，可能是因为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您可以尝试调整一下现状。如果依然无法找到平衡，或许可以考虑换个工作、转行，甚至自主创业。无论如何，缺乏金钱和精神上的回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平衡。第三个要点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两大诀窍。随着在宅远程工作的普及，许多人意识到，以往的工作中存在着大量不必要的内部事务。同时，由于不受时间的限制，有些人也倾向于过度工作。然而，无论工作状态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始终是理想的方式。提升工作效率有两个诀窍：一是不要追求过度的规格，二是尽量多地利用科技手段。首先，不追求过度的规格的原因在于，许多工作实际上是以防万一的工作。例如，在制作会议或演示资料时，常常会加入许多以防万一的内容，最终制作出几十页的幻灯片；或者在开发产品或服务时，附加了过多不必要的功能，导致产品超出了市场的需求。因此，首先应该集中精力完成真正必要的部分，若发现不足，再进行补充，这样可以显著减少工作的时间。其次，关于尽量多地利用科技手段，由于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依赖科技。如果您总是长时间的工作，可能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科技来缩短时间的。长时间工作并不会提升成果和质量，因此最好采取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方式，将剩下的时间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自我实现。最后是第三部分，健康的策略技巧。第一个要点是解决长寿的风险。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可能会活到90岁、100岁，甚至更长。这也让许多人感到了不安，认为长寿反而成了一种风险。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可分为金钱、健康和社交关系这三类。在这三种风险中，
最重要且可立即着手改善的就是健康。我们的身体功能从20多岁中期开始逐渐衰退，但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因此我们不需要依赖剧烈的干预措施，通过一些简单且持续的行动，例如增加活动量、摄取充足的营养、确保良好的睡眠等基本的健康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第二个要点是每天1万步的真正意义。作为健康指标之一，人们常被建议每天步行1万步，实际上并不需要严格达到1万步，8000步以上就足够了。许多研究表明，经常步行的人患上生活习惯病的风险较低，健康寿命也更长。然而，1万步只是衡量一个人日常活动是否足够活跃的指标。如果仅仅为了完成1万步的目标而短时间内集中走很多步，其余时间又长时间地坐着，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重点在于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而不仅仅是步行。因此，大家应着重考虑如何通过频繁活动来提高总体活动水平。第三个要点是，节省空调费用可能会增加医疗的支出。我们的体温通常维持在36到36.5摄氏度，内脏温度在37到38摄氏度左右。当温度过高或过低时，身体就会开始出现问题，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变差，内脏功能会下降，免疫力和体力也会随之减弱。如果长期忽视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癌细胞的增殖、心脏病发作等严重的后果。因此，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是重要的健康管理措施。作者称，虽然一些人为了省电而不使用空调，但为了健康考虑，建议不要节省这笔开支，应该保持适宜的室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